2026年2月26日，美国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了一份震惊全球的报告，标题就叫《台湾的地狱景象》。报告里面描绘了一幅令人头皮发麻的画面，数以万计的无人机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水面下潜伏着自杀式无人潜艇，海面上漂浮着装满炸药的无人快艇，整个台湾海峡被设计成一座立体的死亡迷宫。而这份报告的核心结论更是令人不寒而栗，它几乎是在明白地告诉全世界，美军不会来了，台湾必须靠自己把海峡变成地狱才能活下去。然而就在这份报告发布后仅仅2天，2026年2月28日凌晨，中东的天空突然亮了，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代号咆哮雄狮的史诗级军事打击。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在第一波空袭中身亡，德黑兰的指挥链瞬间瘫痪，荷姆兹海峡陷入战火，全球油价一夜之间暴涨 10%。 这场战争至今已持续超过1个月，消耗了美国数以百亿计的弹药和预算，数个航母打击群被定在波斯湾动弹不得。只差2天，如果伊朗战争没有爆发呢？如果美国的战略注意力没有被中东的火药桶吸走呢？那份地狱景象报告所描绘的噩梦会不会已经在台湾海峡上演了？又或者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伊朗战争的爆发，意外地改变了整个印太地区的战略天平，给了台湾一段珍贵的喘息时间。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核心问题。让我们从头开始，把所有的线索串起来，看看这场横跨中东与太平洋的地缘大棋局究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先来看看那份地狱景象报告到底说了什么。2026年2月26日，新美国安全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佩提·约翰和研究助理坎贝尔联合发表了这份长达数十页的战略报告。报告的全名是《台湾的地狱景象：重新思考不对称防卫》。光是这个标题就值得好好品味一下，什么叫做地狱景象。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在2024年6月提出的。他当时说，一旦中国入侵台湾，美军的计划就是在台湾海峡投放数以千计的无人系统，把整个海峡变成无人地狱，让解放军的登陆舰队度日如年。听起来很酷，对不对？美国大哥罩着我们，天降神兵，群魔乱舞，解放军有来无回。但是且慢，仔细读完这份报告，你就会发现事情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报告开篇就点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过去20年来，台湾一直在尝试实施所谓的豪猪战略，就是把自己武装成一只浑身是刺的刺猬，让对手觉得吞不下去。但报告直接说了，这个战略执行得非常不到位，台湾的国防预算虽然近年有所增加，但投入仍然远远不足。更致命的是，台湾军方长期面临人力短缺和训练不足的问题，在不对称作战能力上的投资依然严重落后。报告甚至引用了川普政府官员的批评，指责台湾在国防建设上缺乏紧迫感。好了，豪猪的刺不够多，不够利，那美国大哥会来帮忙拔刀吗？这就是报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了。报告明确指出，除非美军在台湾驻军，否则美方必须依赖射程更远、成本更高而且数量极为有限的无人系统来作战。相较之下，台湾自己更适合运用小型低成本的无人机进行本土防卫。换句话说，报告实际上是在说，地狱景象不应该是美国的作战方案，而应该是台湾自己的防卫构想。你品，你细品。这份由美国智库发布的报告，表面上是在帮台湾设计防卫蓝图，实际上是在传递一个讯号，美军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赶到，台湾必须有能力独自撑过解放军的第一波攻击。有评论更是一针见血地说，这份报告表面看是不依赖美军，实则暗示美军不会来。台湾先是送了台积电的核心技术，又承诺在美国投资5000亿美元，再加上无限量的军购采购，结果最后美国智库得出的结论竟然是，你还是自己打吧。那么这个地狱景象具体长什么样子呢？报告设计了一个由登陆滩头向外延伸约80公里的4层海上地狱战场。第一层是外围层，距离台湾本岛40到80公里。在这个区域，台湾要部署长程自杀式无人机、反舰巡弋飞弹、无人水下载具和无人水面舰艇，对任何靠近的敌舰进行攻击。
这一层的目的不是歼灭敌人，而是扰乱解放军的编队，消耗他们的防空飞弹库存，让后续防御层的攻击更容易命中目标。第二层是中间层，距离海岸5到40公里，这里台湾要预先部署大规模水雷区，迫使敌方登陆艇偏离航道或陷入混乱。当解放军忙着扫雷的时候，台湾的无人机和飞弹就趁机发动攻击，让登陆计划彻底脱轨。第三层是距离海岸5公里以内的最后冲刺区。台湾地形决定了解放军每次只能让大约20艘登陆艇同时抢滩，这就给了防守方充足的时间用短程飞弹、火箭和无人机进行精确打击。报告特别提到，这一层要使用具有自主攻击能力的无人机，即使通讯被干扰也能独立完成任务。第四层就是滩头本身，台湾要在海滩上预先布置地雷和各种障碍物，当登陆艇打开舱门卸载部队的时候，那些静止不动的目标就成了直射武器和小型无人机的火把。听完这4层防御，你什么感觉？很厉害，很安心。但你有没有想过另一个问题？如果台湾海峡真的变成了这样一个地狱，那住在台湾岛上的2300万人又会怎样？别忘了，报告自己也提到，在解放军登陆之前，他们会先发动大规模预备性打击，切断台湾的网路，瘫痪民用设施和军事通讯，然后对台湾的飞机、船只、飞弹发射器、雷达站和指挥总部发动数千次空中和飞弹攻击等等。这不就是说，在海上那个地狱景象开始之前，台湾本岛已经先变成地狱了吗？有评论家就直接挑明了说，对岸为了避免深陷地狱，肯定会先用大量火炮和飞弹进行洗地，到时候真正变成地狱的恐怕不是台湾海峡，而是台湾本岛。更何况报告建议台湾预先在海峡布设大规模水雷，这等于是在叫台湾自我封锁，切断自己的海上补给线和外援通道。美军就算想来救援，都有了一个海峡被封了，进不去的现成借口。所以用最直白的话来翻译这份报告就是民生换军火，仗要自己打。看看俄乌战场的景象，那就是台湾可能面对的未来。好了，现在你已经了解了这份报告的恐怖内容，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线往前推，看看在这份报告发布之前，台湾海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让美国智库觉得必须急着发出这样的警告。2025年12月底，解放军发动了代号正义使命2025的大规模围台军演，这是自2022年佩洛西访台以来的第7次针对性军演，但规模和烈度都创下了历史记录。演习区域首次如此贴近台湾本岛，最近处距离屏东鹅銮鼻仅约17公里，东部海域演习区距离花莲丰滨乡也只有不到19公里。中国官媒还得意地宣称，这是对台湾越勒越紧的蟒蛇战略。更令人紧张的是，这次军演首次动用了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系统，从平潭向台湾方向发射了火箭弹。海警船多达14艘进入台湾临街区，与台湾海巡舰艇1对1并航监控，最近距离只有 0.8 海里。空中方面，歼击机、预警机、电子战飞机、无人机一起出动，模拟的科目包括海空战备警巡、夺取综合制权、要港要域风控、外线立体射阻。说白了，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威吓了，而是一次接近实战的预演。专家分析指出，解放军每一次军演都在压缩台湾的反应时间和防卫纵深，这种逐步升级的切香肠战术正在把台湾海峡的军事平衡一点一点往危险的方向推。就在这样的紧张氛围下，2026年2月26日，那份地狱景象报告适时出炉。然后仅仅48小时之后，2月28日凌晨，中东爆炸了。让我们来仔细看看2026年的伊朗战争是怎么回事，以及它为什么会和台湾的命运产生如此微妙的连结。故事要从2025年底说起。那一年的12月，伊朗国内因为经济困境和物价飞涨，爆发了大规模抗议。这场运动从最初的经济诉求迅速升级为反对神权统治的政治运动。2026年1月，伊朗当局采取了极端的镇压手段，包括全面断网和武力清场，导致数千名平民伤亡。这给了美国一个在人权议题上强力介入的借口。与此同时，伊朗的核武开发计划
也到了一个让美国和以色列感到无法容忍的临界点。双方经过秘密协调之后，在2026年2月28日凌晨，联手发动了代号“史诗狂怒”的大规模空袭行动，以色列则称之为“咆哮雄狮行动”。第一波打击的精准程度令人瞠目结舌，美军和以色列空军直接瞄准了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的官邸、总统宫殿、革命卫队指挥中心以及多个核设施。哈米尼在首轮袭击中当场身亡，伊朗的指挥链瞬间崩溃。美军还使用钻地弹大规模摧毁了位于纳坦兹和福尔多的核设施，并对伊朗西部数百个中长程飞弹发射井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打击。为了防止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美军还歼灭了革命卫队的海军力量。但战争并没有像美国最初预想的那样速战速决。伊朗在最初的震惊过后迅速展开了报复行动，向中东多个美军基地和以色列本土发射了大量弹道飞弹和自杀式无人机。更关键的是，伊朗成功的在荷姆兹海峡布设了水雷，事实上封锁了这条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全球约 20% 的石油出口必须经过这条海峡，封锁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布伦特原油从战前的每桶73美元一路飙升，到4月初已经突破110美元，较战前上涨超过 50%。 战争的经济代价同样惊人，开战仅6天，美军就花掉了127亿美元，其中光是弹药成本就高达113亿。而最令人担忧的是弹药库存的消耗，爱国者拦截弹的单价高达400万美元，萨德拦截弹更是要1200万美元一枚，但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造价仅5万美元。这种极度不对称的成本交换让美军的高端拦截飞弹库存急剧缩水，而这些飞弹原本是为了应对台海冲突而储备的。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台湾海峡，看看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根据台湾官员透露，在美伊战争爆发后的头2周，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中国军机在台海附近的活动数量出现了明显的锐减。你没听错，解放军突然变安静了。在此之前，共机扰台几乎是家常便饭，每天都有各型军机在台湾防空识别区里进进出出。但战争爆发后，这个数字突然大幅下降，这是为什么？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在战争爆发的最初阶段采取了作壁上观的策略，仔细观察美军在中东的表现，评估美国的武器效能、作战模式和弹药消耗速度。这些情报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来说价值连城。美国企业研究所国防分析师哈里森就直言，这场战争为中国提供了观察美军行动的绝佳机会，尤其是像 F-35 战斗机这样的高端军事装备在实战中的真实表现。但安静只持续了2周，从3月14日开始，北京恢复了大规模的共机扰台行动，而且比战前更加频繁，更加具有侵略性。一名台湾安全官员匿名表示，中国试图营造一种氛围，就是当美国把军力撤出印太地区，转向中东的时候，北京就趁机在台海制造紧张局势。中国官方媒体也迅速抓住了这场战争大做文章。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公开表示，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基本都是阉割版，在解放军更为强大的作战力量面前，这些武器的下场只会比中东战场上的美军现役装备更惨。他还特别举了一个例子，据报在伊朗战场上被摧毁的美军铺路爪早期预警雷达升级款，台湾岛内就有一部基础款。他说这个单价高达11亿美元的大号玩具，在面对解放军的电磁干扰和饱和攻击时，将会瞬间变成废铁。当然，美国方面一直没有证实伊朗真的摧毁了铺路爪雷达，但中国官方电视台的军事频道还是大肆渲染了美国部分武器装备在中东表现不佳的说法。这场认知战的目的非常明确，动摇台湾民众对美国武器的信心，让台湾人觉得，看吧，这些武器连伊朗都打不过，还指望他们挡住解放军。更深层的认知作战还包括利用人工智慧生成的网络影片，声称台湾面临毁灭性的能源供应危机。台湾政府的一份内部备忘录就警告，要警惕北京利用中东战争对台湾展开这种认知战宣传。另一位台湾安全官员透露说，中国的目的是让台湾民众相信，有一天当台湾再度被解放军包围的时候，
大家会对能源问题彻底失去信心。与此同时，中国国台办还趁机抛出了橄榄枝，高调宣传统一的好处，甚至提出了建造北京通台北高速公路的计划，声称如果台湾接受北京的统治，中国将保障台湾的能源安全。台湾经济部次长则直接把这种说法定性为认知战，予以驳斥。但问题来了，伊朗战争到底是让台湾更安全了，还是更危险了？这个问题在战略学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而答案远比你想象的复杂。一派观点认为台湾更危险了。持这种看法的专家指出，美国正在中东消耗大量的军事资源，多个航母打击群被部署到波斯湾，数百亿美元的弹药被打了出去，尤其是那些用来拦截飞弹和无人机的高端防空飞弹，库存正在快速见底。而这些武器原本是为了应对台海可能的冲突而储备的，如果战争持续时间拉长，美国将面临严重的多线作战压力。台北医学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教授张国成就直言，持久战将耗尽美国的武器库存，分散其对亚太地区的注意力，并助长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他认为所有这些因素可能使习近平相信，在对台湾施加更大压力，甚至对台动武方面，他现在的处境比这场战争开始之前更为有利。而且战争持续的越久，中国就能从中获取越多关于美军作战模式和台海可能冲突应对方案的参考情报。拜登执政时期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层级官员拉特纳也表示，虽然伊朗战争并未大幅提高习近平短期内对台动武的可能性，但武统台湾的几率确实较2个月前有所上升。他的原话是，一支准备不足、注意力分散而且分身乏术的美军会让出击的时间点提前。他进一步警告说，中期风险正大幅上升。美国保守派智库的研究员里布瓦更是语出惊人，他直接指出，伊朗战争的本质就是美中对抗，中东的走向将决定美国能否在本世纪决定性冲突中胜出。而他所说的本世纪决定性冲突，指的就是中国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但另一派观点却截然相反，他们认为伊朗战争反而巩固了台湾的安全。时代杂志就刊登了一篇标题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叫做伊朗战争分散并耗损美军，但或许也保住台湾。文章的核心论点是，虽然美军在中东消耗了大量资源，但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超绝执行力本身就是一种震慑。想想看，美军仅仅用了几个小时，就精准斩首了伊朗的最高领袖和数十名高级军事官员，同时摧毁了对方的核设施和飞弹基地。这种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能力，对于北京来说，难道不是一个严肃的警告吗？更重要的是，美伊战争从外交层面上挫败了中国的锐气。伊朗是中国在中东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两国之间有着密切的石油贸易和军事合作关系。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实际上是在拆解中国精心构建的中东战略布局，让北京意识到它在全球的代理人网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固。而且从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虽然提前做了准备，降低了对伊朗石油的依赖，但荷姆兹海峡的封锁仍然让全球能源市场陷入动荡。中国的石油总储备虽然号称能覆盖120到140天的进口量，但如果台海同时爆发冲突，能源供应的双线压力将使中国的经济承受巨大的风险，这反而增加了北京在短期内对台动武的顾虑。现在让我们来谈一个更大的战略格局问题，为什么说荷姆兹海峡是台湾海峡的预演？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傅利门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标题就叫封锁荷姆兹海峡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范本。它的核心观点是，伊朗用低成本的灰色地带手段就成功的实质控制了荷姆兹海峡，不需要击沉一艘油轮就关闭了全球1/5的石油供应。而中国的能力远远超过伊朗，完全可以在台湾海峡施展一个更精密的升级版本。傅利门指出了几个关键的对比，首先是地理和军事能力。荷姆兹海峡虽然狭窄，但台湾海峡的战略纵深更大，宽度约在110到220公里之间。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海警舰队，数千艘可以迅速转化为军事用途的海上民兵渔船，以及先进的反舰弹道飞弹。
北京可以不需要正式宣布封锁，而是通过检疫区、海上执法、联合军演或安全检查等名义，逐步提升航经台湾海峡的风险。相比伊朗的飞弹威胁，中国可以整合海军、海警和海上民兵三股力量，打造一个更细腻的灰色梯度，从低强度的船只骚扰到经济制裁特定企业，再到切断保险和金融服务，形成一张多层次的胁迫网。其次是经济胁迫的目标不同，伊朗针对的是石油，而中国可以瞄准的是全球最关键的半导体。台积电生产了全球 90% 以上的先进制程晶片，而且不存在像战略石油储备那样的替代方案。石油危机还可以通过释放战略储备或增产来缓解，但晶片断供将瞬间重创全球的汽车、人工智慧、军事和医疗等产业，供应链重组需要数年时间。傅利门还特别警告，中国版本的封锁更具可否认性。北京可以宣称自己只是在维护主权或进行海上安全检查，避免直接开战，却让国际社会陷入是否值得为了台湾的晶片而发动战争这样的两难困境。这比伊朗的模式要精密得多，因为台湾海峡承载了全球 20% 的海上贸易，而且与南海航线高度重叠，冲击范围远远超过单纯的能源问题。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某一天早上你醒来，打开新闻，发现中国海警船以例行安全检查为由，拦截了几艘经过台湾海峡的货轮。隔天，保险公司宣布提高途经台湾海峡的航运保费。再过几天，一些大型航运公司开始主动绕道避开台湾海峡。然后，台积电的晶圆出不去了，全球的智慧手机工厂开始缺料停工，股市暴跌，各国政府陷入恐慌。整个过程中，中国没有开一枪一炮，没有宣布任何封锁，但台湾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勒住了咽喉。这就是傅利门所描述的中国版荷姆兹海峡，而伊朗战争恰恰为这个场景提供了一次完美的预演和实战教学。那么美国情报机构对此是怎么判断的呢？2026年3月18日，就在伊朗战争已经打了将近3周的时候，美国情报机构发布了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报告中出现了一句令人稍微安心但又意味深长的话：中国领导人目前并未计划在2027年之前执行对台湾的入侵行动。注意这个措辞，目前并未计划，这比之前多年来美国官员不断警告的中国正在为2027年前具备攻台能力做准备要温和得多。但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个措辞的变化可能是因为伊朗战争正在进行中，华盛顿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再添一个台海危机的引爆点。然而报告也没有正面回答那个所有人都想知道的问题：伊朗战争是否升高了习近平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多数专家认为，短期内的风险并没有显著增加，但中期风险正在稳步上升。原因很简单，美国已经把部分军事资产从印太地区调往中东，而且可能会进一步转移。这对维修和战备的连锁影响可能持续多年。美国及其盟友也消耗了许多原本用来防卫台湾的武器。如果中东战事继续拖延，美国将面临难以为继的多线压力。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义虎在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就直白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美国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被削弱，后果可想而知，谁会从中受益？而习近平在做这些战略判断的时候，伊朗战争的持续时间，美国是否还会在古巴或格陵兰等地展开新的行动，以及美国弹药，尤其是拦截飞弹的消耗速度，都将成为影响决策的关键因素。说到这里，我们还必须谈一个令人不安但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日本的角色。在伊朗战争爆发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曾高调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意思是如果台湾遭到中国的军事攻击，日本不会袖手旁观，因为很多日本的能源运输都要经过台湾海峡，台湾的安全直接关系到日本的存亡事态。然而伊朗战争爆发之后，这个论述遭到了严重的质疑。有评论家就尖锐地指出，荷姆兹海峡的封锁不就是日本直接面临的存亡事态吗？日本的大量石油进口都必须经过这条海峡，海峡被封了，日本的能源安全首当其冲。按照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逻辑，日本应该出兵打伊朗才对。
但现实是什么呢？日本连参加美国要求的护航联盟都畏畏缩缩，更别提派兵作战了。这就暴露了一个残酷的真相：日本连打不到自己本土的伊朗都不敢惹，那面对有数以千计飞弹瞄准日本的中国，他真的敢为了台湾出兵吗？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句话恐怕更多的是一种外交表态，而非真正的军事承诺。让我们在最后做一个全面的整理。2026年2月26日，美国智库发布台湾的地域景象报告，告诉台湾必须靠自己打造无人机地域来抵御解放军入侵。言下之意是，美军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驰援。2天之后的2月28日，美伊战争爆发，美国的军事注意力和资源大量投向中东，印太地区出现了一个微妙的战略真空。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看到了一连串耐人寻味的变化。中国先是安静了2周观察美军表现，然后迅速恢复并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施压和认知战攻势。美国智库和学者对于台湾到底是更安全还是更危险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日本的台湾有事承诺在伊朗战争的照妖镜下原形毕露，而中国则从这场战争中获取了大量关于美军作战能力的第一手情报。所以伊朗到底有没有救了台湾？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从哪个时间维度来看。从短期来看，伊朗战争确实在客观上分散了北京的注意力，让中国暂时按下了对台施压的暂停键。战争初期共击扰台活动的锐减就是最好的证据。而且美军在中东展现出的精准打击能力，也确实对北京形成了一定的震慑效果，让习近平不得不重新评估对美军的作战能力判断。但从中长期来看，伊朗战争对台湾安全的影响很可能是负面的。美国的弹药库存被大量消耗，军事资产被牵制在中东，国内反战情绪持续升温。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可能会让北京在2027年之后或2030年代初期更有信心对台湾采取行动。正如拉特纳所说的，一支准备不足的美军会让中国出击的时间点提前，而那份地域景象报告所描绘的未来，或许才是台湾真正需要面对的现实。不管美军会不会来，不管伊朗战争打多久，台湾最终能依靠的只有自己。把海峡变成地狱听起来很悲壮，但更悲壮的是，如果台湾连把海峡变成地狱的能力都没有，那等待它的可能就不是地狱景象，而是一场没有还手之力的单方面碾压。2026年4月7日，美国和伊朗终于就2周停火达成了初步协议，荷姆兹海峡宣告重启，双方定于4月10日在巴基斯坦展开永久停战谈判。但即便中东的战火暂时平息，台湾海峡上空的阴云却不会因此散去，因为伊朗战争揭开的那些结构性问题，美国的多线作战困境，盟友承诺的虚实，中国的战略窗口，台湾自身的防卫缺陷，这些问题不会随着一纸停火协议而消失。也许很多年以后，当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2026年2月那个诡异的48小时，那份智库报告和那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之间的微妙时差，正是太平洋地缘棋局走向新阶段的转折点。只差2天，伊朗用一场战争暂时替台湾挡了一刀，但下一刀什么时候来，从哪个方向来，没有人知道。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在这场大国博弈的棋盘上，台湾从来就不是棋手，而是棋子。而一个棋子能做的最聪明的事情，就是让自己变得足够重要，重要到任何一方都不敢轻易把你从棋盘上拿掉。这也许就是那份地狱景象报告真正想要传递的讯息吧。